A 股的基民有多惨？我们来看看基金重仓前100的股票指数，在这一轮熊市当中已经下跌了50%。我们再看，还有更惨，基金重仓前30的股票，它的指数做成的指数下跌的幅度是60%。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，有朋友就问了，说 A 股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？我们看这位朋友怎么问。他说呢，上一次直播呢看了好几遍，觉得庄主呢还是有纠结，就是 A 股这么低的周期位置，不知道能不能起来。面对未来大宗牛市，有没有必要割肉换仓？说实话，我也纠结，希望庄主能把真实想法告诉我们。我想跟大家讲，第一呢，我是没有纠结 ，A 股市场是比较不好，我是比较难过啊，但是我没有纠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数据支持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有没有必要割肉换仓？我想跟大家讲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逻辑。如果在这个视频当中，你认为哪一句话、哪一幅图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一个赞，告诉我。还是老习惯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给大家回复。我们来看 A 股到底有没有希望哈？这是一个什么指数？我在圈子当中已经发给大家，让大家思考，我说我会跟你们讲哈。我们看，这个是发达国家的指数，这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指数，这是过去他们的走势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，有什么细节吗？这10年好像是横着走，对吗？发达国家。然后后面这一段发达国家走得更好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难过的，好像又看不出什么太明显的规律。把我们的杀手锏拿出来，我们讲过的必须要会的，选品种一定要用的套利 K 线。不明白什么叫套利 K 线的朋友，一定要回去看我讲套利 K 线的视频。这是选择品种，不管是大类资产啊，是你在商品跟股票当中选哈，还是说大类资产的内部在不同国家的股市去选，还是说商品内部哈，在白银、黄金还是黄金、原油中间选，套利 K 线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哈。我们看什么是套利 K 线。当我们用新兴市场哈除以发达市场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它的套利 K 线。我们看，如果说这个套利 K 线中枢是这里，或者中枢是这里，因为数据太短了，没有更长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说画一个大概。我们认为什么？它在中枢下方，新兴市场跑输发达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我们认为到目前这个位置，新兴市场从长期来看，它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是更有潜力、更有配置价值的。但我们讲的并不是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一个月，因为这一根线是它会不会继续往下，我们并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从长周期看的话，它的配置价值还是比发达国家要更好。那中国是属于新兴市场，所以我认为 A 股长周期看是没有毛病的。当然我们短期在宏观经济在我们的基本面上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可是从长期看，这是它的底部嘛，它这段时间就是会不如人家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再看国外的人怎么讲，这是黑石公司呼吁投资者提高对中国市场的配置。他讲说他已经放了更多的中国股票到他们的指数当中，会给中国股票更高的权重。然后特别搞笑的是呢，这个人呢下面还加了一个备注说，哎呀，说中国政府啊就是在控制市场的钱，然后想要奴役全世界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别人想把我们的钱给那个掳走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做投资一定要理性，一定要理性。东西都是客观的，都是经济体之间的相互的一些作用跟关系，跟阴谋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不要被任何区域的
阴谋论所指引着去做我们的投资策略。不同地区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这些是完全没有依据跟没有参考价值。那么我们看黑石正在呼吁提高对中国市场的配置，那专业的投资者在呼吁提高中国市场的配置，而很多的韭菜却认为我们要远离 A 股。所以我认为呢，至少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说，我不会去这样去做。在一个市场它低于它的估值，它的泡沫低于其他的品种的时候，我不会这样去做。那我们再看，那有朋友可能会问，那么新兴市场里面嘛，也有很多的股票，也有很多的国家。那我们说越南呢，最近几年在逐渐的接替中国的一些工厂，成为新的这个代工的方向。那它会不会有更好的潜力？尤其是在新冠的那一轮牛市当中，越南的指数跑得比中国的指数要好很多。同样的，我们用套利 K 线，我们用越南的指数除以我们的上证50，就得到了这个东西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看这个底部在提升，说明它确实是从长周期来看，它的中枢是往上走的，它确实是在跑赢。可是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周期依然是存在的，这种变化是逐渐去产生的，它不是一个突变，它不会说就是工厂往越南迁了，然后它这个周期就没有了，它就这样全部上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调了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看套利 K 线带给我们什么信息。我们看这一轮周期、2轮周期、3轮周期，在这个位置我更倾向于投资的是中国的方向，因为我认为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，它应该是往下走，这个比值应该是往下走，这个套利 K 线应该是往下走，也就是上证50会跑赢越南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我又做了一个套利 K 线，很有意思。我没有用上证50，我用什么？我用越南除以中国的医药生物。我知道很多朋友是重仓在医药生物当中。我们看这个图，如果它有个中枢的话，它这个并没有提升哦，它这个底并没有像刚才那样提升哦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医药生物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并不比越南那里的差哦。然后呢，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顶部。很多人讲说我要把医药频道去投资什么越南，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你看的是最近，你看的是这里，但是如果你把历史长周期数据拿出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周期性质非常非常明显的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，就是套利 K 线它可以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视角去选择资产。那么同样的，有朋友还会讲说，那如果说在 A 股当中，我们发现就是小盘股今年特别好，跑得特别好，尤其是微盘股，小盘股当中的小盘股跑得更好，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把代表小盘股的宽基指数中证2000拿出来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它的套利 K 线还是一样，套利 K 线哈，套利 K 线非常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学会应用这个工具。我们看到它的套利 K 线是这样子的，在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前低，2021年1月份，所以它其实已经悄悄的跑赢了 A 股2年多了。当然可能朋友会觉得说，我并没有感觉到中证2000带给大家很高收益，而是因为整体市场在下跌，那它跌的比较少嘛，所以它相对于全部的股票它跌的比较少，所以它是往上走。在套利 K 线当中它是往上走，它是一个风格的跑赢，不是一个绝对值是正的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个东西，我们说周期的钟摆是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嘛，中间的细节就不一定了。如果是它从这一端到这一端的话，这一轮的跑赢应该是还没有走完，就是说小盘股未来有可能还会有1年的时间是跑赢的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追它？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节骨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岁末年初啊，我们尽量不要去追风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假如说一个风格就是在跑赢的过程当中，假如是这样子哈，它中间可能是，对吧？可能是这样子，凡是这种位置都是岁末年初，包括最终反转这种位置，大部分都是在岁末年初的时候。岁末年初风格很容易变换，
也就是说，经理在岁末年初他在调仓嘛，如果你正好去追当下那个风格，很有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回撤。就是岁末年初去追风格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，好，我先跟大家讲。那么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们怎么去做会更安全，或者是说更科学？我们来看，如果我们认为它这个中百会继续往上走的话，那说明中证2000它是具备配置价值的。我们把中证2000打开来看，它里面有什么？电子、医药生物、计算机、电力设备这些。我们选择我们认为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，同时在我们的数据当中，它周期位置在底部的品种来做配置，或者是说来做一个品种的平衡，是更科学的。那么我们再总结一次，很多读者认为要远离 A 股，就我的观点来看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那什么时候 A 股会跑赢？我建议大家关注这个套利 K 线。如果说这个3年周期的这个趋势线一旦被突破的话，那行情应该就来了哈，可以密切关注这个。我认为 A 股是有希望的。我们从哪里看出来？从长期的套利 K 线看出来的。如果说将来会走这样的行情，好，同时哈，我想跟大家补充，就是这一段行情，也就是这一段行情，其实本质上也是大宗商品牛市的时候，所以很多东西全都串在一起了。那么我认为 A 股还是 OK 的哈。如果 A 股在新兴市场里面新兴比发达好，新兴市场里面 A 股比越南好， A 股里面我们又认为小盘会更好，在小盘里面我们要着重看这些方向。好，我写一下，新兴比上发达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这个。在新兴里面，如果说越南跟中国比的话，我们选择这个。在中国下面，我们要选择小盘股。在小盘股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业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们会讲黄金。最近黄金有大的回调，我们一直讲说黄金突破了，在这个月线收盘突破了前高做的收盘，现在大幅度回调。我们怎么去理解大宗商品牛市当中的黄金？下一期会讲这个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